我知道张宏达跟你是老朋友，但是生意归生意，我不能让我的公司蒙受损失，这是原则。你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方法去帮华科远见，不至于让张宏达走上绝路？没有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怎么还不开会？我那儿一堆事儿呢。耐心点吧，估计有什么情况。今天董事长一直在开视频会议，听说几个大股东也都在线上。哎，大海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那待会儿董事长来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估计啊，应该是和华科远见今天的事儿有关。听说了吗？好像是周航的一些操作，挽回了原深东方科技的1个亿的损失。1个亿？老常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哪儿来的消息？今天有工人到华科远见厂门口讨薪闹事去了。克罗曼凑着这个时间点，逼着华科远见转售专利产权。周航到底是周航啊，他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吴岳庭会留这么一手，所以当初在可转债合同的补充协议上写着，如果华科远见还不出这1个亿，他们就得拿所有的知识产权来抵偿债务。要我说，华科远见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知识产权，它的价值远远超过1个亿啊！这就等于说，原深东方科技白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哎，大海，华科远见的债务都是你负责处理的，你清楚啊？我今天不在现场，我还真不清楚。这董事长对周航到底会是什么态度？说是让他复职的，可是一直没有通知他什么时候到岗，现在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都坐吧。这么晚了，让大家来，就是为了宣布2件事。我相信，今天在华科远见发生的一些风波，大家通过媒体或其他信息渠道，或多或少都了解了一些情况。确实，周航今天为原深东方科技挽回了损失。之前投资华科远见的1个亿虽然亏损了，但是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可给原深东方科技的未来带来不止1个亿的盈利。所以，经过董事会研究，撤销对周航的免职决定，重新担任原深东方科技总裁。同时，今天董事会进行了投票选举，周航成为我们原深东方集团新的董事。谢谢董事。吴岳庭的确是逼死宏达的罪魁祸首。
可是这里所有的人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沾着宏达的血，他们每个人都要为宏达的死负责。你答应我，要还宏达一个清白，要还华科远见一个清白，把真相告诉所有的人。你说这周航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儿啊？这局面都成这样了，他能给掰回来？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挖好了坑，等着咱往里跳了？你是觉得你暴露了吗？没有，我大哥挺信任我的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我大哥宣布周航进董事会的时候，那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本来这位置啊是让我先站着，然后传给小豪的，结果这还是让周航给抢走了。这口气啊，我咽得下去，我大哥都咽不下去。哼，早晚有一天啊，会想办法治他，等着吧，天啊还会变。我们的计划得变了。哎，老王，我不管你怎么变啊，反正咱们那钱……什么钱？你以为还会有什么钱？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拿不到，我们要赔一大笔违约金的。我可赔不起啊！但是，如果今天的事情办成了，我们会翻倍的赚回来。不然的话，不陪他们玩了。老吴，你不陪他们玩了，那我们上哪儿挣钱去啊？我现在情况你是知道的，你答应我你要帮我的。着什么急呀？你以为我真要等到科罗曼的设备全卖掉吗？我一直在跟你说，赚大钱赚快钱，需要有想象力，一步一步慢慢来嘛。是啊，你是跟我说了好几次，可我真听不懂啊！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有什么计划吧。做空原神东方科技。做空原神东方科技。这几个月一直有不利于我们的消息传出，我就发觉很不对劲儿。这样的操作手法就是想打压我们的股价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我只是想想，后来我发现吴越庭和彭大海之间的勾结，我就知道吴越庭在下一盘大棋。你是说，科罗曼是吴越庭的幌子？对，如果科罗曼成功了，吴越庭不但可以大赚一笔，而且会成为智慧医疗领域最成功的创始人。这个身份对他未来在资本市场圈钱非常有利。但是很显然，吴越庭嫌这样赚钱的速度还是太慢了，所以他想玩一把大的，私下里成立了自己的金融公司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利用彭大海打探对原神东方科技不利的消息，甚至利用这次科罗曼一石二鸟，既想得到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，又想借此再对我们进行打击，从而使得原神东方科技的股价下跌。科罗曼这回没能抢到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，吴越庭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而且科罗曼签约的手术机器人大单是一笔巨额的违约金，吴越庭根本应付不过来，他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做空原神东方科技。而且我还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，他最近和海外的几家基金有密切的接触，而这几家基金就是最近做空港股的主力。这样一来，吴越庭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。我从最近的股价波动上也察觉到了一些异样。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了。
那你觉得这回我们能够全身而退吗？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打算再给他们添把柴，让火烧得更旺一些。你想逼他们动手？看来你早就想好了。梁总，您相信我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能赢。进来吧。走。喝点什么？都行，随便。水。哦，好。谢谢。热的。烫。其实回来吧。我知道你最近找工作不是很顺利，你的一切我都很清楚。我承认上次是我处理的不太妥当，我的问题。我在意的不是你自己去做那只基金，我在意的是你什么事情没有第一时间跟我沟通，我们之间没有产生那种信任。我更在意的是你没有改变你自己，你身边的小人无处不在，你怎么跟他们斗啊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原谅你。啊？所以我原谅你了。谢谢于总原谅我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承认你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很在意。对，很在意。你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吧。你不是说我不跟你交流吗？我挺喜欢你的，特别喜欢。对，我敢说出这句话。我还问肖兰，我说：“哎，我怎么了？”肖兰说：“我可能是爱上你了。”我觉得有可能吧。
就是不然我怎么会见到你老是犯迷糊呢？就是我知道你挺包容我，我知道你挺惯着我，我也知道你对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，很偏爱我。可能就是这种偏爱吧，所以我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过。我不是没有过男朋友啊，我是没有过这种感觉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哎，其实这样稀里糊涂的也挺好的，但是后来不是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吗？特别是你跟我说什么狼啊、羊啊那个理论的时候，我回家想了很久。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一路人。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我撒酒疯的时候，我不是唱那个啊，最怕最后都要失去。我就是怕这，所以我爱你，我喜欢你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我只是想把它说出来。我回答你的这个邀请，就是我不回去了。我想试试在没有你的保护下，一个人闯闯，我看看我凭自己能闯成什么样。这就是我的决定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我尊重你决定，妈。熊熊火光，滚滚浓烟。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某写字楼阳台一跃而下的落地声，冰冷而死寂。
这是华科远见和张宏达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印象。而在此之前，这家抢占最新锐科技赛道、拥有国内最领先技术的新型科技公司和它的创始人，还在被各路媒体和投资人广泛追捧，承载着无限希望。张宏达用尽了所有心力，还是没有跑完黎明前的最后一程。我们无从得知，纵身一跃时，张宏达是否意识到，他竟然是那位唯一的失败者。A 轮投资人欲向投资全身而退 ，B 轮接盘人原深东方科技获取了华科远见知识产权后，华丽转身。华科远见事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现实演绎。张宏达犹如一只精疲力竭被捕获的羚羊，他的哭泣已经被猎人的笑声掩盖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江一迪江小姐吗？我是，您是哪位？我是原深东方集团人事部的，我姓王，上回面试的时候我们见过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空啊？想和您约个时间进行下一轮面试。我今天有空。这一次就算是复试。我以为上次没通过呢。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。对了，您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公司谈过项目啊？对。哦，这就不奇怪了。什么不奇怪？我是说呀，难怪周总会点名要你。哦，是周航周总吗？我们集团也没有别的周总了。进来。周总，江一迪到了。周总。来，快坐。周总，坐。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我听说上次面试的时候，肖总对你不是很满意啊。对，我觉得不仅是肖总，换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副总，应该都不会对我这样的面试者满意的。当然。肖总认为原深东方投资华科远见受到损失，我是罪魁祸首，所以，我还听说你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。我只是肖总问什么我就答什么，我就是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。昨天在华科远见门口，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特别，我印象深刻。经过昨天，华科远见算是落下了帷幕，原深东方也得到了补偿。你呢，也替华科远见承担了本不应该属于你的责任。如果因为这些您才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，我想说。其实我比您认为的更坚强，也更有能力。我想抓住这次机会，到原深东方学习。当然，我还有一个非分之想，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周总您的团队，多多学习，多多成长。我记得你上回面试的是战略投资部。我看这上面说，你在华科远见一直做投后。那你给我讲一讲你对家庭健康医疗领域有什么看法和分析？这一块其实我做过一些分析。简单来说，行业发展有2个比较确定的趋势：一是院用医疗设备的家用化，2是测量技术和人群定位的精准度提升。可以预见，医疗设备的使用与消费需求正在进一步释放，未来家庭健康这一消费市场一定会持续扩容。
朝往更精准、更专业、更智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周总您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整理一份资料，到时候发给您。好啊。周总，很冒昧的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就是您怎么看待企业战略投资部和业务部门的关系？你能问出这个问题，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做好投资只是完成了第一步，做好投后的管理，才可以利用投资锁定资源、协同资源，进而可以重构和整合资源。那如果他们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，您会怎么处理呢？你的问题太多了。哦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问的这个问题啊，面儿太广了，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聊。好。周总，您说以后的意思是？我果然没有看错，你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分析逻辑能力很强。我相信你的业务能力也不差。但是上一次面试你被淘汰了，所以人事部的人希望我安排你去做外包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拿不到战略投资部的正式编制了。不知道这一点，你接受还是不接受？我接受，我愿意接受挑战。但是我不接受。啊？我的助手马上要调到别的部门去做经理了，我需要找一个人接替他的岗位。周总，您是希望我给您当助理？但是首先，我想要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之间的问题？对。张宏达。我师傅。对，我知道他是你的师傅，所以你对华科远见有不一样的情感，这些我都理解。我不希望我的助手觉得我基于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，间接地害死了张宏达。我需要我的助手绝对的忠诚，我要完全的信任他。我需要这种安全感。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明天中午之前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好。谢谢周总，我一定会认真考虑的。那我今天先告辞了。周总，再见。再见。资本都是逐利的，但是我觉得在逐利的同时，你要有担当。如果说有什么人生的契机，能够点燃一代人的激情，我认为就是创业。同学们可能会说，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我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包括我的学费，都是我的父母给我的。我没有钱怎么创业？我想说的是，创业不单要有资本的支持，最重要的，你要有思考。你们现在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你们年轻，有年轻的思想和灵魂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怎么想的，将来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您放心啊，好，放心，吴总啊。阿雪，你刚刚听到了吧？我跟吴总现在
合作是亲密无间的。你们亲密无间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混成这个样子，拜谁所赐？老徐，我觉得你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离开克罗曼跟我没有关系，那还不是因为那个女的让她老公报复你吧？行了，说吧，什么事情？哦，这样，中商浪潮承办普航创投大会的事儿，你肯定知道吧？想不想挣钱？挣钱？你一向都是一门心思向上爬的人，怎么突然对挣钱感兴趣？老徐啊，你说你这话说的，你那么了解我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爬上去说下来就下来了。你看咱们大主编办公室的大椅子啊，我都没捂热就让那女的抢回去了，那我还不是趁自己还在这个职位上捞点油水呢？我觉着不止捞油水这么简单吧。你干不干吧？说说看。哎，不说好运动吗？你穿这个怎么运动啊？你今天怎么样啊？面试？哎，还行吧。还行。这么模棱两可的答案可不是你会说出来的啊。就的确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考虑。你呢？叫我来干嘛？我今天跟公司递交了辞职信，然后此刻老苏应该也正在递交辞职信吧？发财了。中彩票了，神经病啊！高兴挖你俩了，是不是？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什么决定？我决定要离开普航了。你说的离开是那种不回来的离开。走了。太突然了吧？是，其实，哎呀，想了挺长时间吧，自己一直没跟你说，也是因为心里面很纠结。但是自从上次跟你聊完我要结婚的事情之后，我也想了挺多事情。我不想这一辈子就浑浑噩噩的，只是为了还房贷，只是为了生儿育女。我也有我想要的生活，我想去试一下。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？诗和远方。真的？那你打算去哪儿？诗和远方啊？去云南。那么远，太远了点吧？还好。你看，我在这儿过了那么多年，我连咱们看到的那些房子的首付都交不起。但是呢，我可以在腾冲租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，然后自己创业，开个民宿，过诗情画意一样的生活，多美呀！干嘛呀？你说你平常多大点事儿都非要跟我商量商量。你说这么大的决定，我就是想任性一次。我想像你那样，不顾一切的坚持一下自己的梦想吧。
失败就失败了呗，我都想好了，最起码我快乐过，我不后悔。有点舍不得你。哎呀，你干嘛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唉，我都想好了，等我们的民宿开了呢，我就第一个请你去。那只有1罐哦，这就是你的量。谢谢你。肖兰给我打电话说你心情不好，我怕你一个人出去跟别人喝酒，派你来关心我。我戒酒了。啊？想笑就笑出来吧。挺好啊。那我就陪你坐会儿。谢谢。肖兰刚刚走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有的时候我挺讨厌成长的，因为我觉得成长总是带着一些哀伤。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生命里那么多重要的人，一个一个的离开我。最难受的还是，我面对这种分别，毫无办法，只能接受。跟你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吧。你还会说开心的事情？嗯，说。我也创业了，真的。大学一毕业，我自己就开了一家电子产品公司。第1年，我就挣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，我满了。当时我觉得我已经赢下了全世界。当时我意气风发，运筹帷幄，感觉可以决胜千里。然后没过多久，我的合伙人就勾结资方，把我从我自己的公司踢出去。瞬间，我一无所有。然后，我的人生就开始重新洗牌，我又重新进入到了职场，一步一步。当个打工人。打工人。对。然后到了现在这个样子。现在这样的我，实际上是10几年前我最讨厌的那个样子。但是，我不觉得自己变坏了。我
只是更加适应这个世界，只是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。什么？那你觉得我会变吗？昨天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让我为你挡风遮雨，其实听到这句话，我有点心寒。嗯？为什么？后来我换在你的角度上，又重新思考了一下，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，也能让你永无天日。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。我也觉得是对的。